你知道大明王朝的崩塌是从哪一刻开始倒计时的吗？就在万历10年6月20日那一天，一代权臣张居正因劳成疾病逝京城。都说谣言止于智者，可亲手被张居正带大的万历皇帝朱翊钧，偏偏成了那个推不住篮的糊涂人。谁能想到，恩师尸骨未寒，朱翊钧竟下令抄家。张居正的长子不堪受辱，留下遗书一封，含恨自尽。这根支撑大明的大梁不仅断了，还被亲手拆得粉碎。而大明的第一纪崩塌预警很快就来了。国本之争，立嫡立长是历朝历代的铁律，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在皇民祖训里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。可朱翊钧偏要反其道而行之，非要非常利诱。就因为长子朱常洛是宫女所生，三子朱常洵是宠妃郑贵妃所出，他便铁了心要立朱常洵为太子。旨意一出，朝堂炸了锅，户部、吏部的大臣们纷纷上书，意见立朱常洛为太子。面对满朝文武有理有据的指责，被张居正宠坏的朱翊钧竟耍起了孩子脾气，不上朝，不管事，大臣不见，奏章不批，这一摆烂就是整整30年。大明的行政机器彻底停摆，那座跨海大桥已然松动摇晃。就在大桥摇摇欲坠时，3场惊天大战接踵而至，这便是震惊史册的万历3大征。可谁能想到，胜仗打得多，反而让明朝的覆灭来得更快。万历20年，宁夏副总兵波拜举兵造反，拥兵割据宁夏。波拜本是蒙古鞑靼的将领，嘉靖年间投降明朝，还帮着朝廷打过蒙古，才换来副总兵的职位。可万历年间的宁夏巡抚党辛，打心底瞧不上这个蒙古出身的副总兵，处处打压，事事刁难。恰逢甘肃叛乱，波拜父子率军平叛，党辛却故意克扣粮饷马匹，让士兵们在冬天连件棉衣都穿不上。更过分的是，党辛还上书朝廷，弹劾波拜吃空饷，请求立刻逮捕他。要说吃空饷，在万历中后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，官员们互相包庇，无人敢戳穿。可党辛自己也没干净到哪去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，却没人敢管。被针对性打压的波拜怒火中烧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起兵造反。万历20年2月，波拜率军攻入巡抚府，杀了党辛，打开银库任人哄抢，还接连攻占周边数地。他知道自己扛不住明朝大军，便向蒙古求援，企图长期割据。消息传到京城，朱翊钧下令平叛。他先派大同总兵麻贵出击草原，切断蒙古与波拜的联系，又任命辽东边军名将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，率领辽东、宣府、大同、山西的援军直奔宁夏。波拜一听统帅是李如松，吓得立刻收缩防线，死守宁夏城，一兵不出。宁夏城易守难攻，明军打了4个月，愣是没攻克。李如松不再盲目损耗兵力，仔细观察地势后发现，宁夏城地势低洼，当即下令全军挖沟、水拱。深沟挖好后，明军决堤黄河，滔滔河水直冲宁夏城，城池不攻自破。李如松趁机知道波拜腹地，可波拜早已在家中自杀。历时6个月，宁夏之役大胜，宁夏全境收复。可这场胜仗本该敲响警钟，正是朱翊钧的长期怠政，才让地方贪污、军队腐败愈演愈烈，最终逼反了波拜。可朱翊钧却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不上朝也能打胜仗，怠政更变本加厉。殊不知，更大的战事已在朝鲜半岛酝酿。同年，日本战国大名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，野心爆棚，立志征服亚洲。在他看来，要打明朝，必先拿下朝鲜这个跳板。而当时的朝鲜国王李岩沉迷酒色，荒废朝政，导致政治腐败，军备松弛，日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攻破了朝鲜都城。李岩一路逃亡，从平壤跑到益州，哭着向明朝求援。明朝作为宗主国，不能坐视藩属国被灭，更不能让日本在自家门口虎视眈眈。朝鲜之役正式打响。可一开始，明朝援军兵力太少，又不熟悉地形，打了一场败仗。朝廷立刻增兵，派李如松率领4万大军奔赴朝鲜。万历21年，李如松率3万人猛攻平壤，凭借充足兵力和灵活战术，一举攻克平壤，史称平壤大捷。乘胜追击的李如松带着数千铁骑直奔汉城附近的碧蹄馆，却因轻敌陷入日军包围，双方激战后方才各自撤退。后来，李如松率军奇袭龙山，一把火烧毁日军粮仓，没了粮草的日军被迫议和，战争进入了5年的平静期。可这5年里，日本从未停止备战，一边假意提出和亲，要求明朝宋公主去日本做皇后，
一边偷偷操练军队，储备粮草。万历25年，丰臣秀吉再次派出14万大军攻打朝鲜。此时李如松正在蒙古前线，朝廷当即任命行介为帅，马贵为将，调集全国10省兵力，大举东征。双方展开数次大战，各有胜负。日军凭借地形优势死守，明军一时难以突破，战局陷入僵持。转机出现在万历26年，丰臣秀吉在福建城病逝，消息传到朝鲜，日军士气瞬间崩溃，纷纷想从海路撤退。明军与朝鲜军队趁势追击，于11月发动陆粮海战，大获全胜。这场持续7年的朝鲜之役终于画上句号。接连2场大胜，让朱翊钧更加得意忘形。你看，我不上朝，照样能赢下这么大的战争。可他没料到，第3场大战早已在西南边境等着他。播州之役。播州位于四川、贵州、湖广交界处，是少数民族聚居区。明朝一直实行土司制度管理。当时的播州土司杨应龙生性残暴，诡计多端。他靠着向朝廷行贿，谋得了都指挥一职。此后便在播州横行霸道，多次违抗朝廷法令。早在万历18年，贵州巡抚叶梦熊就上奏弹劾杨应龙，请求将其法办，可这件事被一拖再拖，直到万历20年，杨应龙才被定罪问斩。恰逢朝鲜之役爆发，杨应龙趁机上书，愿意带兵出征朝鲜，再缴纳罚金赎罪。朝廷竟真的答应了，免去了他的死罪。可死里逃生的杨应龙回到播州后，立刻翻脸不认账，既不出兵，也不缴罚金。四川巡抚王继光奉命围剿，却被杨应龙用假投降的计谋偷袭，明军死伤惨重，王继光也被革职。事情又拖了2年，万历23年，朝廷再次问询杨应龙，这次他又故技重施，献上4万两白银赎罪。朝廷再次妥协，还要求他送儿子入朝做人质。可没过多久，杨应龙的儿子在京城意外身亡。怒不可遏的杨应龙彻底反叛，派兵攻打周边城镇，百姓惨遭屠戮。万历27年，贵州巡抚江东之派兵3000围剿，结果全军覆没。接连2次失利，让杨应龙愈发嚣张，直言明军不过如此。直到万历28年，朱翊钧才终于意识到，这个杨应龙必须除。他任命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，统筹川湖、魏3省兵力，还调来了刘听、马贵等名将，兵分8路，每路3万人，合围播州。明军猛攻之下，杨应龙节节败退。走投无路的他，让妇女举着投降书向明军示好。可明军早已看穿他的诡计，攻势不减。杨应龙想组建敢死队反扑，却没人愿意追随。万历28年6月初6，明军攻入播州城，杨应龙纵火自焚后上吊身亡。播州之役打赢了，可这场仗本可避免。杨应龙的叛乱苗头早在10年前就已出现，可朱翊钧的纵容和拖延，让小祸酿成大祸。而这3场大战也掏空了大明的国库。根据明史记载，宁夏之役耗银200多万两，朝鲜之役700多万两，播州之役200多万两。8年时间，3大征总共花了足足1200万两白银。这3场仗里，只有朝鲜之役是不得不打的外患，可宁夏之役和播州之役全是朱翊钧带政引发的内忧。就像那座早已没了大梁的跨海大桥，不仅不修补，还硬扛着3次重载运输，表面看似安然无恙，内里早已腐朽不堪。朱翊钧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，愈发怠慢朝政。可他不知道，万历末年，真正压垮大明的重型机车已经驶来，那就是萨尔浒之战。这场仗让努尔哈赤和后金登上历史舞台，也让明朝彻底失去了辽东的主动权，成为明清战争的重要转折点。下期咱们就来讲讲这场改变大明命运的萨尔浒之战。